首款严格意义上的游戏平板，这种事情怎么能少了咱呢？全线拉满的红魔电竞平板 Pro 能否复制手机端战果，杀出重围？独创3G 热管加风扇内循环，就此书写散热新传奇，还是另有玄机？连带这个赛博朋克附体的换刃手柄，咱们快刀斩乱麻，一探究竟。也许是内置风扇与透明设计的视觉加持，红魔电竞平板 Pro 上手属实魔味扑鼻，颇有种大号红魔手机的即视感。10.9英寸10:9比例恰到好处，既不会令人觉得太小而不够看，正常横屏使用纵向也不会显得过于闭塞，可以说是便携与实用兼得。但是尽管这玩意在我看来也就算是八正大，但毕竟大规模散热与10100毫安时电池加深，裸重1斤出头，拿在手上还是有点分量的。金属一体机身质感在线，双面边缘倒角避免割手，同时虽定义为游戏平板，却也保留了手写笔吸附充电位置以及键盘接驳触点，对轻量化办公提供了支持。内置风扇尺寸与参数来看，不出意外，红魔手机同款，一样的姿势与极速2档设置，一样的支持自定义灯效与启动音效，除不能自定义颜色外，毫无二致。因为独特的内循环设定，所以机身确实也没有任何的进出风口，不用再担心静灰，也显著更加静音。注意是更加静音，不是完全没有。夜深人静或者贴近时，还是能听到一些的。透明区域十分精致，不过打破常见俗套，提升颜值的同时，没有直接的功能属性，似乎主要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个热管在哪儿。氛围灯和手机也是一样的，支持丰富的灯效与配色选择，考虑到协调性，个人觉得仍是直接设置为橙黄色可能最契合。好了，不知道大家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呢？此般独树一帜是否符合你心目中对游戏平板的想象？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。可以说这种类型产品带给我的最大幸福感就是不墨迹，总之上来就是干，干就完了。考虑到散热与性能到了这种地步，参考别的乱七八糟没啥意义。而同样搭载8针3领先版的红魔 9S Pro Plus 是个什么位置，相信大家都还有数。虽然甚至不是相同品类，因为身形加持，平板也注定更强，但到底能强多少？有这么个参照，我感觉起码会比较具象化。首先 3D Mark 烤机功耗上，手机与平板均以开启风扇2档为例，已知平板此时屏幕功耗大概 2.3 瓦，小风扇 0.2 瓦，那么落到性能就是 12.6 瓦左右。手机屏幕功耗估值 0.9 瓦，再减去风扇，性能输出约 10.9 瓦，于是45入大概齐，平板比手机是多了一脚油，大致是 1.7 瓦上下。不过因为手机端拿到的成绩已经是本代际上限，所以单就帧率结果而言，平板多出的 1.7 瓦收益其实不明显，与手机是持平的。温度方面一如所料，平板尺寸本就自带了无法否认的优势，更不说还多一根硕大的热管加持，于是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温度比手机低了 11.12 摄氏度，幅度约 20%， CPU 低 5.8 摄氏度， GPU 低 6.5 摄氏度。可能因为兼容性原因，此处抓取的平板电池温度过低，存在异常，所以暂不做讨论。总体只能说不愧是平板，多一脚油的前提下降温也是非常的可观。参考手机的话，相当于顶级爆炸输出，但只有常规旗舰6到7瓦左右的温度。同时也因为是平板，正常体位横屏使用，即使这种极端压力下，双手所及范围最多也只是温热接近体温。至于风扇内循环，此处看起来效果非常有限，满打满算周身下降 0.5 摄氏度， SOC 下降 0.8。 考虑到精度问题，我觉着开与不开约等于是持平了。究其原因，不外乎还是那句话，热量不会凭空消失。开启内循环，平板整体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巨型 VC， 然而介质是比而容远小于液体的空气，且没有明确的固定风道，内部空气未被全部加热之前，内循环肯定具备减慢温度上升的作用，但数分钟后，因为同外部之间的散热效率有限，随即陷入饱和，也就很难再有显著效果。就像在封闭的房间中开个电风扇，可以加快空气流动，但并不会像空调一样直接降低温度。有同学可能说，那我再加个散热背夹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只是此时是否叠加开启内循环，在空气介质下同样不会有显著区别。为尽量减少误差，我们把环境温度升到30摄氏度，同时将背夹放置在距离主板的远端，可以看到最终所有的温度仍是几乎一致。所以本次整套体系起主导性作用的还是热管，内循环嘛，负责情绪价值。王者荣耀10v10这玩意儿现在只能说是越更新越诡异了，依然没能进入稳态，拉扯之下，双方任一方随手一个更新都会发生较大变化，所以具体帧率不必纠结。截至测试时，相较手机端，平板的调教倾向不太一样，从偏大核中核变成了超大核与小核，平均性能输出大约高了 0.5 瓦左右，不过殊途同归，结果而言没有本质区别。温度方面，相较手机端同为开启风扇状态，周身最热点平均温度要低 5.24 摄氏度， CPU 低 4.5 摄氏度， GPU 低 4.6， 电池低 4.7。此时双手所及范围低于体温，具象化一点就是随便找个旗舰手机，同条件怎么都要44到45才能挡得住，而这玩意儿最热点平均也就38。当然，如果你关闭内循环，温度也是一样的，差不太多，除非只计算前3分钟。
30摄氏度最高画质原神，帧率没啥可说的，虽有小幅波动，但都在满帧的范畴。功耗方面，相较红魔 9S Pro Plus 同样开启内置风扇状态，平板性能输出大约多 2.4 瓦左右。如果开启超净画质，使用 2K 渲染，整机平均功耗将超过 10.5 瓦，性能输出达到8瓦以上。不过毕竟平板嘛，完全不必慌张，此时内外温度都并不算高，比一般手机打王者还凉快。握持其实也就是37摄氏度左右。有意思的是，本场景中开启内循环，总体温度要比关闭时反倒略高一点。建议玩的时候不要犹豫，不用纠结，纯靠热管就行。最高画质星铁，性能输出高 1.7 瓦，帧率相比红魔 9S Pro Plus 自然稍更流畅一些。在咱这个框架下，本代机上限也就如此了。温度和原神情况类似，横竖怎么都是远比手机低得多，只是打开内循环的话，还是要比不开时温度更高。这把恐怕得亏热管罩得住，目测下次高低得同步手机端建立连通外部的风道了。熟悉的全功能接口，除传输速度在线外，不论 HDMI、DP 还是一线通、Hub 集线器或者别的什么乱七八糟，总之几乎没有限制。有线投屏画质最高可达 4K 144赫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你是 Type-C 连接电脑投屏，那么投屏的同时，平板这头是直接充电的。而如果比方一线通连接便携显示器，接口还有反向供电，短时间使用无需额外电源。再结合无线投屏、串流、云游戏以及自动适配有线、无线键鼠和手柄的插引力，称之为拥有最强投屏加持的目前最通顺的安卓游戏终端，并不为过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的换刃手柄、Xbox 布局、安卓、iOS、Switch、PC 等多端通用，内置6轴陀螺仪，支持体感，小东西上手可以说非常精致。RGB 灯光相当炸裂，860毫安电池加非对称双摆锤震动马达，透明设定的视觉加持下，228克重量完全不会觉得坠手，甚至感觉反倒有几分轻巧。整体握持舒适，不过手柄下方的弧度，个人觉得转的有些太急，习惯饱满手感的同学，这点恐怕需要适应。周身其他带了 3.5 毫米耳接口，支持无线音频，大面积双倍键，可自定义编程，映射单多键，不论有线无线，摇杆回报率均最高1000赫兹，256级霍尔线性双切扳机，调整拨杆可以直接转换为微动按键，应对不同游戏需要。ABXY 动作区按键全部使用了硅胶加微动，响应更迅速的同时，模拟出了某种意义上的机械手感，而且比较静音。不过十字键的轻触开关声音就偏大一些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听听看，想象一下手感。最后，手柄提供了一套非常详尽且专业的设置软件，除固件升级外，所有灯光按键均有相应的进阶设置，几乎断绝了因为打不好而怪罪手柄的可能。后续移动端投完 APP 升级后，也会给到类似的设定。尽管对于这种尺寸的平板而言，震动可能没有那么特别重要，但红魔还是塞了2颗0815，位置看起来也比较合理，只是算法没更新，4级震感与和平精英高级震动均未匹配，还得再等一等。外放效果身大力不亏，4声道超线性提供了足够出色的立体声效果，声音也比较洪亮。不过可能是音腔的缘故，鸡蛋里挑个骨头，我觉着听起来好像还是稍有点干。朋友们简单感受下。屏幕部分首先虽然是 LCD， 但保持了红魔传统，息屏光谱反射表现不错，没有明显泛白发灰，黑的比较纯粹，亮度没啥可说的，就是400尼特这么个水平，适合室内使用，户外强光可能会有些吃力。手动最低亮度纯白画面，难逃暗角，不过肉眼观感而言，我觉着算不得什么问题，尤其亮度起来后暗边非常轻微。手动最大亮度纯黑画面，漏光情况其实也还好，我这台主要只有一个角相对多一点。色彩方面有些不一样，这哥们相册当中和 APP 里是2套不同的杆码，不好掌握。另外标准模式与柔和模式
色温都是有些偏暖泛红，专业用途的话坦率讲罩不住，普通用户默认鲜艳模式即可，没毛病，用着就行。触控采样除了宣传当中840赫兹瞬时，系统 UI 下与游戏中都是120赫兹，不过游戏中开启超高采样会来到240，如果想要最大化发挥，则需锁定144。此时系统中或者支持144赫兹刷新的游戏，最高采样将达到将近290赫兹，跟手度毕竟 LCD 嘛，自然弱一点，同样是锁定144时表现最佳。游戏模式手机端有的平板同样全都有，原汁原味1:1复刻，高敏轮盘、画面提取、声像探针等神奇的插件功能，红魔手机视频中已经介绍过，不再赘述。但是随心显示必须得再插一嘴，这玩意真的是终于有了充沛的施展空间。平板当中获取逆天画面比例的同时，也完全不会觉得画面太小。比如上次票选非常高的《和平精英4:3》，在16:10平板上没那么违和了，获得视野同时更易操作，或者原神看风景，基本是2台手机并排的即视感，同样更加舒适。当然最离谱的还属王者荣耀，也不知道是游戏 bug 了还是红魔来劲了，上演阎王爷弄小鬼，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吧。32:9愣是把黑边基本消除了，变成彻彻底底的双倍视野，一眼半张图，峡谷横着走啊。最后，本代系统中，比如记事本或者录音机中的那些 AI 功能都是有的，也比较方便用来写作或者记录、转写笔记等等，足够满足一般使用。但非要说真用来办公，还得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，毕竟是游戏电竞平板嘛，这点有待商榷。简单举个例子，首先，比方与手机间的双屏协同，目前是必须走第三方 WiFi， 双端任意端均不能使用热点，也就是如果碰巧周围没有 WiFi， 或者 WiFi 本身做了隔离，也就无法协同了。再或者有 WiFi， 但是不通外网，那么协同时平板侧是上不了网的。然后协同时双端登录相同账号，剪贴板可以自动流转，但不包括图片。协同窗口中想传文件的话，只能是文件管理对文件管理。比方想把平板中的文件直接发到手机微信聊天，或者手机中的图片直接插到平板文档，均是不行的，目前都有待更新。充电方面，120瓦快充在平板当中绝对是非一般的体验了。10100毫安时电池，1%电量集中，35分钟就能干到90%，充至100%仅需45分钟。此时电量大概9700毫安左右，完全充饱可达10200毫安，需54分钟。好了，总体看起来红魔电竞平板 Pro 大概就是适合2种情况吧。一种主力手机用的挺好，没有替换打算，但又很想体验一下红魔游戏手机独有的功能，同时恰好有搞个平板的打算，那原汁原味全线拉满的电竞平板 Pro 纯属就是想睡觉递枕头了。另一种无以粉丝为主，正在使用近2代红魔手机，随系统更新推进，尤其 APP 直接流转等功能加入之后，电竞平板 Pro 显然将成为契合度最高的扩展补充。最后展望下一代，首先肯定是内循环散热，既然都有热管了，还是消停的加上进出风口吧，不论走漆片也好，亦或风道横跨主板也罢，相信都能拿到更好的效果。然后还是老生常谈，希望全功能接口加入反向输入，完成最后一步。不知道大家觉得红魔本次的电竞平板 Pro 如何？你觉着有哪些值得发扬光大或者亟待改进之处呢？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是大手哥，我们下期见。